这两天被伊朗女足的新闻刷爆。前几天西方媒体铺天盖地造势，说伊朗女足拒唱国歌，畏惧祖国，主动投奔澳洲寻求庇护，把伊朗抹黑成人间炼狱，把澳洲捧成自由救世主。全网舆论一边倒，无数人被带偏节奏。可就在短短几天内，惊天大反转，直接砸懵整个西方世界。伊朗女足集体拒绝澳洲人道主义签证，依然踏上回国航班，澳洲人彻底破大防。西方媒体精心编织的弥天大谎，被这群姑娘用行动撕得个粉碎。本期视频带大家扒透这场闹剧的始末，戳穿西方媒体的双标嘴脸，读懂伊朗女足背后的民族气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咱们先复盘这场闹剧的时间线，你就知道西方媒体的操作有多龌龊。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女足亚洲杯澳大利亚赛场说起。3月2号，伊朗女足对韩国队的赛前奏国歌环节，姑娘们没有开口唱国歌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，直接成了西方媒体炒作的突破口。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围剿就此拉开序幕。西方媒体瞬间集体高潮，大肆渲染抹黑，断章取义，宣称伊朗女足拒唱国歌是对祖国的不满与反抗，造谣他们回国就会被定为叛徒，全面严惩，甚至生命危险，编造出球员畏惧祖国不愿回国的虚假剧情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颠倒黑白，谎称伊朗女足主动向澳洲提交庇护申请，澳洲政府心怀大爱，火速批准人道主义签证，要收留这群追求自由的姑娘。那段时间不管是澳洲主流媒体，还是西方各大自媒体，甚至国内不少跟风账号，都在传播这套谎言，把伊朗描述成压迫女性毫无自由的地狱，把澳洲打造成民主自由的天堂，营造出伊朗女足逃离苦海，投奔光明的假象。澳洲内政部长更是公开表态，宣称伊朗女足已获得人道主义保护签证，一副救世主的傲慢姿态。澳洲民众也被媒体洗脑，叫嚣着要挽留这些英雄。整个西方世界都沉浸在自我感动的狂欢里。可现实呢？现实狠狠给了所有西方媒体一个大逼斗。就在舆论发酵到顶峰的时候，惊天反转猝不及防来袭，伊朗女足队员纷纷拒绝澳洲签证，毅然决然选择返回祖国。原本被西方媒体炒作主动留澳的姑娘们，用最坚定的态度回应：我们要回家，谁稀罕留在澳洲？根据最新的消息此次赴澳参赛的伊朗女足一行26人，仅有6名球员跟1名工作人员获得所谓人道主义签证，而这些人也陆续撤回申请，拒绝留澳。目前仅剩2人暂留澳洲，大概率也会很快启程回国。消息传回澳洲，直接登上本地新闻头版，澳洲人集体破防，满脸不可置信。澳洲电视台反复追问官方部门，得到的回应只有官员们的震惊与错愕。他们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精心策划的收留大戏会被伊朗女足无情打脸，这才是最解气的名场面。西方媒体吹得天花乱坠，澳洲政府摆足了道德姿态，本以为能拿捏伊朗女足，达成政治作秀的目的，结果姑娘们不卑不亢，霸气拒签，用行动宣告：我们的家国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，我们的选择不需要西方定义。家人们，咱们静下心来细品。澳洲所谓的人道主义庇护，真的是善意吗？这分明就是澳洲给美国交的投名状，用西方媒体操控舆论，抹黑他国的惯用伎俩。所谓的保护全是伪装，所谓的欢迎都是虚伪。先看澳洲政府的操作，堪称又当又立。当初媒体报道3月9号5名伊朗女足球员离开驻地的时候，澳洲警方直接出动，将他们转移到所谓的安全地点，营造出球员主动求助，澳洲出手相救的画面。可后续官员被质问的时候却改口称只是球员离境时单独谈话，提供留澳选择，并没有强迫。这番说辞漏洞百出。试想一下，球员正常离境为何要被单独带入会议室？澳洲警方为何要强行介入？说白了，就是变相施压，诱导球员留澳，妄图制造伊朗民众逃离祖国的假象，服务于西方的政治目的。再看澳洲民众的真实态度跟媒体宣传截然相反。西方媒体大肆鼓吹澳洲民众支持伊朗女足，视他们为英雄，全力挽留，
可现实中2名澳洲女议员直接跑到女足驻地，堵门怼脸拍摄，满嘴污言秽语，充斥着种族歧视与傲慢，对着姑娘们肆意挑衅，出言不逊。这种视频曝光以后，连澳洲本地网友都看不下去，直言他们是种族歧视者，讨厌伊朗人，怒斥澳洲官员是小丑，连所谓的安全屋的地址都能泄露，让球员从而遭受骚扰。这才是真实的澳洲。表面上打着自由人权的旗号，摆出同情弱者姿态，背地里却充满种族歧视与偏见，对伊朗女性充满鄙夷。当今的澳洲有太多这样的场景，当地人看着身穿传统服饰、佩戴头巾的伊朗女性，眼神里满是嫌弃与歧视。所谓的欢迎同情，不过是忽悠不知情的谎言，是西方媒体刻意营造的虚假人设。更可笑的是，西方媒体的双标到了极致。伊朗女足首场比赛未唱国歌，他们就疯狂抹黑，宣称球员反抗祖国。后续比赛中，姑娘们庄重敬礼，高唱国歌，他们有选择性失明。即便提及也造谣球员受到威胁才被迫为之，不唱不行，唱也不对。横竖都是西方媒体有理。这种扭曲事实、带节奏的操作早已是西方舆论的惯用套路，目的就是妖魔化伊朗，维护西方的霸权叙事。就连澳洲发放的签证都只是做做样子，有效期仅仅12个月，还不如英国的 BNO， 并非永久留居。所谓的庇护不过是临时的政治工具，用完即弃。澳洲政府根本不是真心想帮助球员，只是想借这场闹剧彰显自个儿的道德高地，迎合西方阵营，抹黑伊朗形象。这场精心策划的戏码终究被伊朗女足的清醒直接给戳破。看到伊朗女足霸气拒签毅然归国的画面，瞬间想起中国古人那句虎死守丘，代马一封。禽兽尚且眷恋故土，何况是人。伊朗女足的姑娘从小在伊朗长大，这片土地养育了她们，承载着她们的亲情、梦想、记忆。这是刻在血脉里的归属感，绝非西方几句谣言澳洲一纸签证就能割裂的。西方媒体总以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就能绑架所有人，觉得所有人都会贪恋他们所谓的自由，却忘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异国的浮华，而是故土的温暖，是家国的归属感。透过伊朗女足这件事我们更要看清一个残酷的现实：西方从来都不是什么世界警察，更不是道德救世主。他们总喜欢站在所谓的制高点，用自己的价值标准衡量全世界，带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与偏见，对他国的历史、文化、制度指手画脚，打着人权自由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，抹黑他国形象之时，他们擅长制造对立，煽动情绪，用碎片化的信息情绪化叙事，扭曲事实，带偏舆论，把复杂的国际问题简单化、标签化，让全球民众陷入认知误区。这些年，他们用这套路抹黑过无数国家，咱们中国更是深受其害。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无非是换个主体，换个说词儿，本质是西方霸权思想在作祟。礼记有言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世界本来就是多元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历史底蕴、文化传统、发展路径，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生活方式、不同的社会制度，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，本就没有高低优劣之分。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是强行同化、指手画脚，而是尊重差异、包容多样。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，而是换位思考的理解。伊朗女足的归国不仅是对澳洲谎言的噼啪打脸，更是对西方霸权叙事的反抗，是对家国情怀的坚守，是对民族尊严的捍卫。他们用行动告诉全世界，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，都有权利热爱自己的祖国，不需要西方的拯救，更不需要西方的定义。而我们作为旁观者，更要保持清醒，拒绝被西方舆论 PUA， 不盲目跟风，不被谣言裹挟，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看清西方媒体的双标与虚伪，尊重每个国家的发展选择，尊重每个民族的家国情怀，别再被西方营造的虚假幻象迷惑。最后我想对看到这里的家人说一句：伊朗女足拒签归国，看似是一场体育赛事的小插曲，实则是一场撼动西方的精神崛起。这群姑娘用柔弱的身躯扛起民族尊严，用坚定的选择戳破西方谎言。她们不是西方媒体口中的叛逆者，而是热爱祖国、坚守本心的勇士，是伊朗的骄傲，更是所有坚守家国情怀者的榜样。我是大刀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